嗨，大家好。在陪孩子学习的时候啊，你是不是也常常不小心就变成了那个一直挑错的纠正者啊？今天呢，我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温柔的转变哦，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一直纠正，慢慢变成陪伴，然后真正走进孩子的学习世界里。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很多爸爸妈妈一定都在心里问过自己超多次的，就是你看着孩子的作业，很想帮他嘛，结果你一靠近，他反而越来越抗拒，甚至叭一声就把本子盖起来。那种很怕自己越帮越忙的心情，我真的懂。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这个纠正的陷阱。到底为什么我们一片好心，有时候结果反而不太好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孩子在写功课的时候会犹豫，会停下来，其实常常不是因为他不会真正的问题是来自心里的害怕。他可能在怕自己写错，怕会让我们失望，更怕的是他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一份恐惧才是那道真正挡住他们往前走的高墙。所以你看这就点出了一个关键。很多时候，这真的不是一个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感受问题。孩子心里的小剧场可能不是我不会写，而是万一我写不好，等一下又要被念，又要被纠正了。所以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的指令或教学，而是更多敢去试试看的勇气。那如果长期都是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这种害怕犯错的恐惧会让孩子慢慢的为自己盖出一个小小的安全区。他会觉得待在里面最安全了，我只做那些我100%确定自己会做对的事情。那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敢踏出去啦，不敢去探索那些可能有点难、需要思考、需要挑战的新东西。那你想想，这样是不是也限制了他学习可以走得多广多深呢？好，那这样我们大概知道问题的根源了。那解方是什么呢？接下来我想跟你分享3个很关键的心态转变。这3个转变可以帮助我们从那个纠正者的角色，一步一步慢慢的变成一个温柔的陪伴者。好，你看第一个是从我希望我的孩子完美，转变成我想看见我孩子的过程。第二个是从我要教他正确答案，变成我要陪伴他思考。再来第3个是从我必须纠正他，转变成我会先去理解他。这3个转变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焦点从看那个最后的结果，转移到看他整个努力的过程。你想想，当我们真的看见孩子的努力，而不只是要求100分，当我们是陪他一起想，而不是急着给答案，当我们先去懂他，而不是急着说他错，那种真正的连结才会发生。好，那光说理论可能有点抽象接下来就让我来分享一些我自己生活中的真实例子，跟你说说看，这些心态的转变在我家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一些发生在我跟孩子之间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怎么让一个优美的句子被看见。这件事呢，就发生在孩子的笔记本上。我其实也没做什么大事，就只用了一个小小的记号，结果就让他很惊喜的发现，原来我自己也能写出这么棒的句子耶。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跟平常一样在看他的笔记，不过这次我决定做一点点小改变。我在看到一个我觉得写得好生动的句子底下，就随手用笔画了一条小小的波浪线，然后我跟他说，你看这个波浪线是我特别做的记号，代表你这里写的超棒的他一看到，马上就很好奇的跑来问我，妈妈为什么这句很棒？你看，这个时候我的回馈就很重要了。我不是只说你写的真好这种很空泛的称赞，而是一个很具体的观察。我就跟他说，因为你这里用了一个譬喻，我一看到脑袋里马上就出现那个画面了耶，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好喜欢。
就是这样具体的回馈，让他突然明白，原来写作不是只是为了交作业，它是一种可以练习、可以进步的能力。好，再来分享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来自他的一份画画课的笔记。哇哦，我看到那份笔记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可爱。它上面用小小的插图，很仔细地画出了每一个步骤，还用了不同颜色的笔去标示重点。一看就知道他真的非常用心。我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很喜欢，所以我就直接在那个笔记的下面写下了我心里最真实的感觉。我写说，哇，你的步骤画得这么清楚，害我也好想照着你的方法画画看呢。你这份笔记真的超实用的啦。你知道吗？他看到我写的这段话的时候，那个眼睛是整个亮起来的。他超级兴奋的一直问我，妈妈，你真的会想试试看吗？真的吗？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他手上的那份笔记突然就不再只是一份要交的作业了，它变成了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创作。孩子的自信啊，真的就是在这种被看见、被欣赏的小小瞬间，一点一滴慢慢建立起来的。好，那听完我的2个小故事之后，现在是不是也换你来练习看看咯？我想邀请你，就从这个礼拜开始，跟孩子一起来试试看一个很简单但又很有效的方法。在练习之前，请先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心法的关键。就是我们的重点不是要你完全不纠正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顺序，那就是永远先连结，再提醒。你想想看，当孩子觉得自己被理解、被连结了，他的心是柔软的，这个时候我们给的提醒才真正听得进去，对吧？好，这就是我们这礼拜的练习。你看，真的非常简单。第一步，先在孩子的作业笔记或是任何作品里面找出一个你真心欣赏的小细节。再来第二步，很具体的告诉他你看到了什么，还有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最后，如果真的有需要提醒的地方，记得把它摆在最后面，而且试着用一个温和的问句来开头。怕你不知道怎么说，我这里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说法，你可以参考看看。你看哦，重点就是不要只是很空泛的说你好棒哦，而是去分享你具体的观察。比方说，你可以试着说，你画的这个箭头让你的意思变得好清楚哦，或者是哇，你写的这句话让我脑中有画面呢，甚至是你做的这个笔记让我自己都想动手试试看了。就是这种被看见的具体回馈，才是孩子心里最需要的养分。好咯，那么在今天分享的最后，我想给你一个温柔的邀请，请我们一起记得，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培养出一个每次都交出100分完美作业的孩子。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自信去尝试、有勇气去思考、也愿意去成长的孩子。这份内在的自信，才是我们能给他，让他可以带走一辈子的最珍贵的礼物。如果你也很喜欢这种跟孩子一起练习、一起成长的感觉，那非常欢迎你订阅“按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一起在每一次的对话里面，在每一个被看见的小细节里，慢慢的为孩子建筑起他内心的